第11幕第4场，我们进入酷儿理论纲要，也是请同学提问。那我们会谈3个主题，第一个主题要谈的是一个酷儿理论的概述，再来进入是性别、性意识，以及最后我们将用表演、操演及扮装来做一个整个课程的一个结束。我们现在请同学来提问。什么是酷儿？酷儿能不能被定义呀？老师，你认为台湾的同志大游行算是同性恋运动，还是酷儿运动啊？台湾的文学创作有没有自己的酷儿运动？是的，酷儿可不可以被定义呢？事实上，酷儿这2个字在中文的翻译非常有意思。酷代表耍酷，是一个有特色、不一样、差异，但也有创意的一个单字。儿代表是儿童，代表是未来，所以是一个很酷、有未来的一个正面的一个语汇。然而，酷儿在英文 queer 这一词原先是异性恋者用来形容同性恋者一个很轻蔑的用语，直到50年、60年代才被男女同志转用来形容自身的特殊身份。在演变的过程中，同志族群开始拥抱污名，不再以同性恋的身份感到羞耻或自卑。在后来的同志运动里，也转而提倡同志骄傲等口号。在这样的脉络下，酷儿从原来带有歧视意味的字眼，成为属于同志族群的一种正向的词汇。酷儿理论学者普遍认为，酷儿 queer 这个概念本身是拒绝被定义的，这就回答了刚才同学的提问。那是因为酷儿有强烈的一个解构属性，在他的理论强调了性欲的流动性与身份的不稳定性。也就是说，我这时候在这个场合可能是男的，在下一个场合我可能是女的，在另外一个场合我可能是双性的。那这个流动性形成了酷儿的一个特色，所以他的研究对象不只是限于同性恋，相反地，所有的性意识与性行为都可以是酷儿理论的研究主体。酷儿理论的主要研究重点是以酷儿阅读作为一种理论，来检视各种文本或文学的创作，以及论述化酷儿这一词的意义。在文学领域里，酷儿理论的学者则企图在文学文本当中找寻各种有别于异性霸权的情欲书写，建立起一种酷儿的文学史。如果我们要选出一个酷儿理论家的代表，那必然是 Judith Butler。她是一个犹太裔的美国的女性主义以及酷儿理论的一个学者。那她一生在做一件事情，就是颠覆我们对长久建立的一个性别认同的身份。那 Judith Butler 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从这一本 Gender Trouble， 这是一个经典必读的一个酷儿理论的一本经典的书。事实上，我在大学部在前2年也带了一个读书会，我们2年的时间写了一本酷儿 Gender Trouble 的一个导读。那这个过程中都在培养我们新的一代实际上对性别友善意识的一个建立。那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得到，从这样的一个性别麻烦、性别的消解，到晚期的对主体这样的诸多意义的一个重新的建立，事实上都凸显出他对性别意识的一个关怀跟努力，去建构这样一个性别友善的一个社会，在21世纪。那这一本书里面，事实上他做2件事情。第一件就我们刚才讲的解构，首先要去中心，去中心必须要瓦解那已经疆域化的边界。所以他第一件事情做的是去疆域化的边界，那就是他提出性别与性意识这样的一个流动性的一个去疆域化的一个批判。那第2件事情在这本书里面，既然我瓦解了边界了，中心被去除掉了，那他提出来的是用什么来取代新的一个性别的一个建构呢？那就是我们要谈到的表演，还有
超演以及所谓的扮装来建构一个性别的一个展演。那这个是在积极意义上去边界，然后提出一个新的性别意识的可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这两个东西：性别、性意识，以及表演、操演及扮装。从这一张图里面看到，事实上在 Judith Butler 之前，我们传统的性的概念永远是停留在生理的器官，然后有生理的器官建构了整个性的概念。那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就是这性别与性意识是一坨浆糊粘在一起。那 Butler 作为一个理论家，就去爬梳这不同的差异，然后帮你厘清，然后论述化每一种的差异，事实上有不同的定义。所以性是生理的，男人有阴茎，女人有子宫，那决定了你的这样子的一个性别，那也会决定，所以你是属于男性或女性，男生或女生。Gender 是一种社会建构的，就是男人要穿西装打领带啊，女人要穿裙子。那这样子的一个意识是 socially, culturally, even politically constructed， 所以是一个建构型的一个身份认同。那不同的社会，比如说伊斯兰，比如说儒家，比如说西方社会，会建构不同的性别意识。那这就是有阴柔男人味、女人味，在不同的社会会产生不同的这样的一个 gender 的这个认同的意识。最后一个是性取向，那也是一个很 DNA 的东西了，也是来自于你性的一个喜欢，你从小就喜欢是像女性的灵魂放在男性的身体，这样性导错的概念就是。我虽然是男性的身体，可是我从小爱玩芭比娃娃，我从小喜欢美丽的东西，那你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性取向，不同于你的生理的性别，那这样就会有异性恋、同性恋或双性恋的性取向的一个结果。那这三种事实上有不同，作为人、成为人，你有生理性别、社会性别，还有你的性取向、性意识的性别。那从这张图里面看到。在父权的一个异性霸权里面，建构了就是由你的生理性别决定你的社会性别啊。男的你就必须去穿西装打领带，然后玩这个卡车、玩玩具；女的你就是穿越短的迷你裙、留长头发、玩芭比娃娃。那这是属于西方建构的一个男性、女性的一个性取向，在性别、社会性别上面。性取向变成个人的喜欢，那个喜欢不喜欢来自你的心性，那你就会建构了一个男性女性的强制。那在我们从小看的所谓的 fairy tale 童话故事，就是从此过得快乐幸福的日子，公主与王子。公主与王子事实上从小就约化，这样妇科讲的内化在你大脑，你喜欢公主与王子过得幸福快乐日子。可是这样的一个美丽的浪漫的故事背后，却是一个异性霸权的一个论述产物。那这样的产物，对 Judith Butler 提出了一个解构，解构的不是性本身，解构的也不是性别 gender， 也解构的也不是sexuality 性意识，解构的是这三个的连结。它打叉，我们英文叫做 under erasures， 我打上叉。打上叉不是要取代，而是让你看到它的问题化。那性不一定要连到你的性别，就是我若是一个男性的身体，我如果伤心难过的，我是可以嚎啕大哭的，像女性一样，而不是因为男子有汗不轻弹，所以这样的一个意识内化里面，男人就是不能流眼泪。从小爸爸爷爷会规训你，那为什么男生就不能流泪，女生可以流眼泪？人应该是一个人性友善的，我该难过的时候我就流眼泪，我该高兴的时候我就欢笑。所以性不应该有性别来掌控他的身份的认同，而身份的认同也不能掌控我应该是属于有什么样的性取向，我的性欲的掌控不应该因为我的社会性别来掌控。所以他打两个叉，这个解构掉性别跟性意识中间的必然连结，这必然连结是一个父权及一个异性霸权的一个千百年的产物。那这本书瓦解了这个千百年产物的必然连结。当这必然连结打叉之后，就我们在上一个章节谈到了，它就多元流动了，那就会有我们上台有至少64种。事实上，对库尔来讲，
甚至640种，因为它更细分，有更多元的一个可能。好，我们来看这张图，就是我们这本书也谈到，如果我们瓦解了性别性意识的必然连结，那边界瓦解了，新的方式如何建构我们的一个性的一个友善意识呢？那 Judith Butler 提出来的就是表演、超演与扮装。好，在《性别麻烦》这一书中 ，Butler 定义了2种不同的展演 performing 的形式，一种叫表演 performance， 一种叫超演 performative。那他认为我们熟知的性别其实是一种超演的过程所生成的，所以性别不是自然而然的存在，而是经过长时间被社会建构出来的一个产物。因此，他主张我们不应该以任何本质主义 essentialism 的观点，就是男的就是男的，女的就是女的这样的一个本质化的一个观点来理解性别，而是应该将性别理解为多元、开放、流动的身体的展演。Judith Butler 提出了一个区别，刚才我们提到就是 performance 表演 ，performative 超演。那 performance 实际上就是我们很经常看到了，在舞台上有所谓各种的表演。那它的差别在于，在表演的时候，主体的存在是先于表演的行为，就是我在台下还没上台之前，我是一个老师，我上台当演员，所以我的存在是优于我的表演。第二个是表演的方式是依照剧本写好，剧本告诉我什么我就演什么。第三个是剧本的源头是作者，是可知的。然后最后一个举例就是我们在任何剧场上的一个戏剧表演，超演就跟表演是不一样的。超演是你自己所打至你心性的一个身份认同的一个完美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展演。好，那所以它在主体的在超演过程中产生，也就是说我在舞台上的超演跟我舞台下的日子是一样的。我是不同的情况，比如我刚才举的例子，我在当课堂上的老师，我就是一个非常对这个专业知识很有权威的了解知识的一个老师。可是下了舞台，下了这个教室，我可能遇到一个挫折事，我可能就这个嚎啕大哭一场。那我不同的场演，我都在超演我的心性，我的性别的，不管是性别认同或者性取向，我都有不同情况，有不同的我的性别的一个认同的超演。那这样的超演，它依据是我处的环境，所以我就不用规定从出生到老死我都要像个男人，一定要男人味，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建构的意识。像在维多利亚时期有所谓的 lady， 然后有所谓的 gentleman。那 ladyship 跟 gentlemanship 像是一个约化的一个僵硬的，所以男人就要像一个绅士一样硬邦邦的，女人就要一个 ladyship， 这样就很虚假。那可是女人也可以是很 tough 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中文里面，女人是弱者，为母者强。当女人当妈妈的时候，她比男人都还强悍。那时候就是一种超演，那个超演是不同场域的你展演不同可能性的你，而不应该女人永远是脆脆弱弱的，然后一定要是依偎在这个大树旁边这样的一个父权的一个从属的角色。她可以在她人生的旅途中展演不同，就超演不同自己的可能性。好，那这样的可能性都是偶然的，它是在不同脉络、不同的际遇，人生有不同的际遇，遇到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下开展自己的可能性比如说性别作为一种身体的一个风格，所以我今天参加，像我实际上在读博士班的时候，我们老师就办了一个 gender clothing 的一个 party， 就是跨性别的一个 party， 在 Christmas。那所有的人都就是穿你不同性别的衣服。那我们那个老师事实上他是一个犹太裔的英国人，矮胖胖秃头，他就把他脚毛刮光了，带全身的一个像仙女般的一个打扮，那就是一个，可是那是一个 Christmas party， 在那个情况下，我的展演它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性别，那这样才是一个多元、一个开放、也一个有趣的一个社会，而不是男的永远是男人味，女的永远是女人味，在这样一个封闭思维，在掌控着你、封闭了你的一个个人人性在不同场合的开展。
Judith Butler 在他的性别麻烦的最后提出来，我们性别并没有所谓的 authenticity， 所谓真正的一个性别。那只要我们能够去揭露这些性别的建构性，那我们就可以针对两性性别的一个社会规范以及长久的霸权做一个批判甚至颠覆。那如何取代这样的一个长久的一个性别意识跟性别的一个规范呢？那就是他提出来，我们应该去 parody， 就是谐拟性别。那谐拟性别的优点在于，一方面我们可以不断借由谐拟去展演、超演自己的性别的一个可能性；二方面，我们也可以揭露这样的性别，事实上长久被两性男女的一个框架框住之后。事实上，这个不自然，事实上是一个反而是一个问题化的一个概念。那这样的一个 parody 的一个模式，就是他所谓的一个叫 drag， 叫做装扮，好，或是扮装。那什么是扮装呢？各位可以看到我手头上的是一个发箍，实际上这是一个兔女郎的一个发夹。好，这个是几年前我在上文学理论课之后。大学部的学生，我们为了庆祝1年把文学理论读完了，那我们就举办了一个 party。那同学帮我做了一个兔女郎，所以那个晚上我就扮演了1个晚上的兔女郎。那个傍晚，我整个傍晚，我们除了庆祝、吃蛋糕，然后很多的表演节目之外，我还当了1个晚上的兔女郎。那这是我第2次当兔女郎。那凸显的出的是什么？事实上我的扮演会产生一个不自然，因为我现在穿西装穿这个很正式的衣服，在一个正式的场合做一个网络的课程。可是我突然有一个兔女郎的一个装扮，你就看出一个不自然。那很好玩的是，它不自然中又有一定的自然。就好像那个晚上我当了1个晚上的兔女郎，事实上是在 party 的情况之下，那大家也不自然而自然。那今天这个课程，那刚好教到性别，教到酷儿，那我的扮装。就更凸显出我的扮装要凸显的这个 Judith Butler 谈的这样的一个扮装，还有性别展演它一个属性，也有一定的这个场合的自然性。所以扮装永远是随着你身处的环境，那个环境跟你身份的连接的一个创意性、有效性，甚至一个欢乐的一个开展。那这样的扮装，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世界各地扮装成为一个新的一个时尚。这个时尚。不只是一个嘉年华会式的一个游戏，甚至是一个游行，而是更去开展出我们应该在不同场合去展演自己的身份这个身份事实上不应该是只有男跟女的框架，而是可以很欢乐的、很自由的、很流动的、很多元的，在不同场合开展出一个更符合你人性跟那个场合中的欢乐气氛。那同志的扮装就变成是一个不只是一个游行，更是一个开展多元流动性别意识的一个展演。那在我们莎士比亚作品中，这样的所谓的性别友善的一个展演产生的一个戏剧的张力，更是非常的普遍。那我们可以举4个例子来探讨哈。莎士比亚事实上很喜欢用扮装来去营造性别多元意识，甚至是一个戏剧张力的源头。所以从维罗纳2绅士的茱莉亚到皆大欢喜的罗瑟琳，还有12 Nights 第12夜的维奥拉，还有我们非常熟知的威尼斯商人的波西亚，这些例子都是在故事中，莎士比亚的戏剧中，男扮女装、女扮男装这样子扮装产生的一个戏剧的张力跟性别多元的流动。我们来以威尼斯的商人这个故事为例，事实上，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知道 Antonio 这个商人帮助他的好朋友 Bassanio 来取得我们的女主角波西亚。那波西亚，这个故事中，它就有一个扮装的一个桥段。那因为Antonio 跟 Shylock 这个犹太的这个高利贷
的商人借了钱，然后说如果没还，那我就割1磅的肉来抵债。结果他的商船就出了意外，的确没有按时还钱。那这个 Shylock 就告到法院上，说他拿1磅的肉 Antonio 这个1磅的肉来抵债。那他会发现，当 Shylock 遇到这样子的一个坚持，他要那1磅肉的时候，当然凸显的是犹太人这样子的一个高利贷的一个很负面的形象来看犹太人。那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波西亚，他就扮演了法官，就是扮庄，然后进入了一个法庭，解救了我们的 Antonio。因为当 Antonio 要被割肉的时候，波西亚提出了一个论证，说 Shylock 根据你的借据，你的确可以割1磅 Antonio 肉来抵你的债，可是你的借据中并没有任何一滴血。如果你能不用割肉，不用流血的话，那一块肉将是你的。当然 Shylock 没有能力割他的肉，没有流到一滴血，后来就这样子用机智的方式，依法的文字解救了我们的 Antonio。那重点是在于，波西亚他的扮庄进入了一个很男性的一个权力的一个场域，解救了一个她丈夫的一个好朋友。那这个整个扮庄就凸显出一个不只是我们一个人的智慧跟他的人性面的开展，不应该用一个单一性别，更凸显出性别流动的一个多元的样态。好，我的发箍好像掉了，扮庄。好，那扮庄我们来看，这底下的回答。那从我们刚才在一系列谈 Judith Butler 从性别性意识到表演操演跟扮庄，那还有我们莎士比亚的具体的例子，各位可以发现，事实上酷儿第一个当然是无法被定义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多元流动，随着偶发性的机缘扮演自己的身份，性别身份。那同志的大游行，事实上也是同志，也是酷儿，那它不这么的框一个箱子在一个意识的一个定义底下。那最后一个问题，实际上是值得讨论的，也值得被提出来的。台湾文学创作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同志跟酷儿的运动？答案是肯定的，有。我们来看下一张图。好，这一张事实上是我们朱伟成老师在台湾同志小说选里面，针对整个台湾文学在同志与酷儿的发展上面做一个简单的简史。从旁边最右手边这边可以看到，有台湾事实上酷儿的一个先锋，事实上就是白先勇的《镊子》，还有林怀民的《变形红》，所以这是起步期，在1960到75，然后75之后进入83，有我们朱天心的《浪淘沙》，那是一个开展期。然后开展期之后也遇到了一个瓶颈，会是一个问题期，陈若欣的《指婚》。可是过了那个问题期之后，你会发展是一个狂飙期，那是我们如果在台湾文学界待过的知道，这段时间是真的是众声喧哗，这样的一个同志论述是在各种文学创作中到遍地开花。那最著名的当然有朱天文的《荒人手记》，还有我们邱妙金的《鳄鱼手记》邱妙金当然还有一系列他的同性恋的这样的一个著作，还有电影的《霸王别姬》、《喜宴》等等。那进入从狂飙期就带引了我们所谓的酷儿文学。那酷儿文学在台湾比较具代表的是纪大伟，然后带入我们目前2000年之后待观察的一个新的阶段。那这个阶段的代表作应该就是所谓的武赫的《鬼儿与阿妖》。那这一系列看得到，在台湾同志的一个文学跟酷儿的一个文学，事实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性别的运动的一个展演，不只是为书写而书写，是去建构一个从就巴特勒谈的这个去性别性意识的本质化的连结产生的一个更活泼、更多元、更流动、更深层的一个
性别友善的一个社会跟身份认同。那如何借由这样子的一系列的性别的一个展演，然后开展出一个未来更在性别上更友善的社会，也是我们一起要努力的。这个单元就到这里结束，谢谢。